怀秀姑娘辛苦了。大少奶奶客气了。不知道您叫我过来什么事？想请您帮我们家做一套寿服。给一季培做寿衣？少帅，电话。我是易连胜。二公子，大事不好。舅舅，什么事这么慌里慌张的？易大帅遇刺，伤势严重，现在已经开始做寿衣了。大帅遇刺，谁干的？事发突然，凶手连个影都没有找到。老二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必须马上拨马回福院，老爷子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。好，我现在立刻赶回去。还有一件事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让老三比你先回福院。你立刻派人把他困在芝山，用一切方法把他拖住。老三？老三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总以为你三弟就是个整天无所事事的草包。知山知尾，他先示弱，后装傻，最后趁慕容轻敌之际，速断速决地放火烧山，逼退慕容军。有此等胆魄和智谋，三公子不是等闲之辈。舅舅啊，您想太多了。老三是凭他的小聪明，还有我的帮助才退了兵。您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解围可能只是小机灵，但能把这小机灵藏住10年，这就是本事了。二公子，我是你舅舅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我知道了，舅舅，我会尽快赶回去的。但是，赶回去之前，我要先把江左的局势安稳住。您不用劝我了，就算老三跟我争，那也是一家的家事，跟江左的事没法比。我相信，如果父亲现在清醒的话，也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的。就这样了。三儿，喝点东西。三儿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上山来。你不知道他要上山？难道你一开始就不知道你救的是他吗？现在又跑过来跟我解释，如果来道歉，你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三儿，我不是要骗你，我不告诉你不是怕你不救他，我是怕你奋不顾身的去救他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被易连凯知道了，你以后在易家还怎么容身呢？玉林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望平他现在是不是天盟会的人？高公子，没想到你的枪法可以啊！实不相瞒，姚师长，我也很少狩猎。谦虚是吧？我觉得你像个老手。哪像姚师长，宝刀未老，百发百中。这光天化日下，朗朗乾坤，大帅府大门口啊，满院子兵，连个凶手都没见着。张锡坤，你说你，先是范先生，后是大帅，
你居然连个凶手都抓不着，你这个警察厅长是怎么当的？啊？老姜，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你觉得你能抓住？你去啊，我给你开绿灯。你大帅被刺，你一不派人缉拿凶手，二不担心大帅的伤势。哎，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清楚，我们也都清楚。好啊，那我心里怎么想，你倒是说说。要我说啊，你就是盼着大帅早日归天，你好和你的新主子鸡犬升天。我对大帅的忠心天地。这群人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那就是易大帅。倒是你呀，左一个归天，右一个升天，不知道你是口无遮拦，还是装傻充愣。姜长官，再由他们胡说下去，大帅让你抽个时间，不知道好好去读还能说出什么来？学习学习。哎，你那个教书先生就没教过你这个成语怎么用吗？你们，医生，大帅的伤情怎么样了？大帅明明叫我来是做范先生的丧服的，怎么来的时候我听人窃窃私语，说我是来给大帅做寿衣的。做的是我的丧服，范先生的寿衣。听说范先生遇刺了。是啊，范先生一生都在为我一家奔忙，没想到竟然不得善终。我与范先生是结拜兄弟，送他最后一程吧。大帅，你也不要太悲伤了。范先生是为江左献身的，只要大帅能够稳住江左，让江左的百姓安居乐业，范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得到一丝宽慰了。怀秀啊，听你说话，和穿你做的衣裳一样舒服。大帅，尺寸已经量好了，3日之后我就把丧服送到您的府上。其他3位公子是不是也要做？不需要，你以后只需做我一个人的衣服。好啊。不做衣服的时候，就在我府上歇着，绣绣花，剪剪布，我就喜欢听你用剪子的声音。好。大帅，中秋团圆，这是好事情，怎么感觉不到大帅高兴呢？数数日子，我那2个孩子也快回来了。孩子小的时候，知弦太少，生怕养不活，留不下我一家的种。现在好了，孩子都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我才发现一家的窝留不住他们了。做父母的苦恼，莫过于此啊。大帅，你的白头发最近多出好多啊。老了，一家很快就要改朝换代了。潘先生长得像个文弱书生，没想到枪法如此之好，是在什么地方学的？潘某毕业于东阳陆军士官学校，学过一些。这所学校我知道，在东阳相当出名，号称是东阳第1将军姚澜。不想，去年以全校第1名毕业的，却偏偏是一个中国留学生，搞得东阳人很没有面子。我当时听我爹说起，老爷子还伸出大拇指，夸了一声好，说这个学生啊，真给中国人争光。高公子谬赞了，那个中国学生啊，不过尽自己本分而已。中国人本就不输于东洋人，考个第1名，算不上什么。潘先生言下之意，似乎对此颇有不满。不知潘先生毕业的时候考的第几啊？那个第1名，
就是我。哦，原来高督军夸奖的就是你呀，邓小姐，你有这么一位优秀的表哥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我这位表哥啊，出国留洋之后，从来都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。要不是这次回来了，我们家人还以为他死了呢。潘先生此次回国效力，有什么打算？刚回国，我想给家人扫完墓之后，去其他国家游历。听闻潘先生的才干，我倒是非常想引荐你给我父亲。多谢高公子厚爱。鄙人以为，高督军虽好，但太固执了，不长于机变。那么，益州李重年那儿呢？有没有想过到他那里效力啊？李帅占据益州，易守难攻，是以安稳度日，成就一方的好选择。然而益州路途遥远，难成大业。那潘公子若想留下，不如让三少爷引荐给义帅。义帅是最跟不得的。江左基业已成，自己前去只是锦上添花，而非雪中送炭，永远不会受到重用。那么，北慕容家？潘公子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看来潘公子是看上南方的天盟会了。三公子高见，我还真看上天盟会了。可是我一到昌业，就被卷入学潮，关进大牢。就看方家店学潮这次事件，我就已经灰心丧气了。潘公子，你在外面为国人效力，我佩服你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把酒言欢，不醉不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你把这件衣服做完就走吧。听着你的剪刀声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就觉得心里难得的平静。夜晚清凉，三少奶奶赏月，小心着凉。我没有赏月，我是在看樱花。芝山上也有樱花。我是在看前平岁梦潭的第7颗樱花。那里的樱花，曾经我也见过。现在开得还好吗？已经不开了。那颗樱花被雷击了，已经焦了。枯荣皆是草木的命运。三少奶奶不必伤情。早已无情可伤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是来找你的。你又来找我做什么？如果我说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相信如何？不相信又如何呢？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已经分不清你说的话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只要你想听的，那句话就是真的。就算不是真的，我也会让它变成真的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着骗那些年少不经事的小姑娘吧。失陪了。公子爷，二少爷来电，
大帅遇刺了，我们要赶紧回福原。玉林，你先下山吧。希望下次见，离今天别太远。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嗯。路上小心。那我走了。嗯。三少奶奶，自己保重身体啊。好了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啦，快走吧。路上小心啊！三少奶奶，其实我……高公子，这一路上怕是有危险，还是麻烦你送他们去火车站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他们安全送到火车站的。多谢。事出紧急，从芝山到火车站的路上一定有人在监视。宋副官是从小路过来的，所以我们也骑马走小路。这骑马肯定比不上坐车，你就忍忍吧。放心吧，我忍得了。三少爷，小心点。这。三少爷。兰坡。这。三少爷，没事吧？三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你出手相救。客气了。这匹马向来温顺，可是偏偏为什么在我要回福远的路上，却发了疯？也许我猜到了什么。在马耳朵里面放虫子，虫子越钻越深，叮咬马耳，马自然痛痒难忍，难怪会发疯。这招好毒啊！这是谁干的？刚刚我们离开芝山别墅的时候，看到宋副官正在这匹马旁边，行为诡异。请问你在干嘛？潘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
兰坡，兰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把枪我似乎见过，驻扎在昌业的福军用的都是这种枪。这个人会不会从抚远军中来？什么抚远军啊？天下间谁不知道抚远军是我二哥的？这把枪不过是那个萧小志被仿造的罢了。他这样一死，倒是可以嫁祸给我二哥了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好好调教一番，当我的亲兵。没想到你却想要杀我，公子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此人是谁的部下，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，不如带回去慢慢再审不迟。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倒是学了不少审人的办法，可以用在他身上，不怕他不开口。依我看，还是把他押回抚远，带给老爷子亲自审问。若真是二哥的人，也让家里看看，讨个公道。宋副官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是回抚远让老爷子审你，还是回去我们审你？还是你现在就说？我要单独和他聊聊。谢谢你救了兰坡。我救他也是为了你，不用谢我。这些话，你还是留着骗那个年少不经事的秦桑吧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。我从来不用感情去欺骗我爱的人。那我应该怎么样？感谢你的厚爱吗？李望平，我总觉得你上山来是有所图谋。我是有所图谋，我图的是人，谋的是情。我要把过去错失掉的一切，全都弥补回来。希望这次我没有来迟。有些事情啊，迟一次就是迟一辈子。你自己图的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不用在这巧言令色的骗我。我已经嫁人了，我是易家的三少奶奶，重名节，重情义。已经不是当年被只字片语就骗去跟你私奔的秦桑了。我对你从来没说过半分假话。当年和你说的每一字每一句，都发自肺腑，出自真心。我说过带你去法国，去巴黎，我就托人在哥德弗洛伊大街找了房子，甚至已经找到了一份助手的工作。可是你没有来，这就是结果。我跪在雨中等你。外人看我出尽了洋相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秦家的小姐不要脸面，要跟男人私奔，却被男人给抛弃了，是自作自受。在我最懦弱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这些年，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，任人践踏。我好不容易掸干净了泥土，把它补了回来。可是这时候你又回来说你要弥补，弥补什么？小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
是我看错人了。下山之后，你就赶紧离开这儿吧。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牵连。宋副官，我记得你是二哥身边的老人了吧？前些年中了一枪，伤口就在这儿。军医嫌伤患太多，专挑轻伤的治，把重伤的放在一边。二哥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派人拿枪指着那个军医的头给你做了手术，又当着全军的面毙了那个军医，还安置了死伤士兵的家属。三少爷，好记性，果然这几年你是在装傻。二哥虽然借此事在军中立威，让福远军为他安心效命，不过他救了你的命不假，你为什么要背叛他？我没有背叛二少爷。那你就告诉我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是谁让你来离间我们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？杀你是我自作主张，不关二少爷的事。只有除掉你，二少爷才能稳坐江左。你想杀我，为什么还要上山救我？其实救你，才是二少爷的命令。既然我接受了命令，就要完成任务，完不成任务，那就是军人的耻辱，给二少爷脸上抹黑。哼，好一个忠肝义胆。宋副官，如果我把你押回抚远军，让老爷子审你，你是打算实话实说，说你自作主张呢，还是想嫁祸给别人？既然你已经动了手，又和二哥有这样的关系，无论是不是二哥派你来杀我的，这个黑锅，二哥都替你背定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想争什么一家的江山，也不想跟二哥撕破脸。不过这话跟你说了，你也不信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不过你的命不能留。自行了断吧。二少爷，我的大恩人，我老宋无能，没有杀了这个小杂种，连累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二少爷，我先走一步。怕了？你为什么把枪给他？你不怕他打死你吗？上山你都不怕，现在下山怕了？上山时，我是拿自己的命做赌注，反倒不怕。如今慕容家输了，我赢了，要是出了什么变故，搅了这盘局，我自然害怕。三公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如果把他送回抚远城，自有易大帅审他，到时候一定会真相大白。为何你要让他死在这里？这岂不是死无对证？让他回到抚远城，不外乎就是两种说法。一种是受了二哥的指使刺杀我，另外一种就是为了二哥来杀我。虽然两者本质上有大不同，但是最终这个黑锅都得我二哥背。三公子的意思是，二公子是无辜的。我二哥不可能派人来杀我。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为了我二哥而置我于死地，
我看他也没说实话。此话怎讲？他如果真的忠于我二哥的话，怎么会在死前喊我二哥的名字？这大声嚷嚷着，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二哥想置我于死地。这明显就是拿我二哥当挡箭牌，保护真正的幕后黑手。现在山上的人不多，我还可以掌控局面，但是一旦回到了抚远，就算查出了幕后黑手，大家心中难免会种下一根刺，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。三公子说的极是。这番话，我可是对你推心置腹，你要替我保密。那是自然。现在宋副官人死了，我的马也死了。潘先生身手这么好，又救了我2次，不知道潘先生愿不愿意接替宋副官的职位，当我的新副官？多谢三公子。这件衣裳已经帮您缝补过5、6次了，平日里也不见您穿。拆了缝，缝了又拆，老爷这是折腾衣裳，还是折腾我呢？你说呢？我说，这件衣裳看起来有好多年了，老爷每年扔掉的衣裳，比这件新的没有10件也有8件了。怎么这件衣裳，却还是压在箱子里？就算坏了也不见换，只见补呢？这件衣服，是我年轻的时候，打仗之前一位故人送的。他说山里边冷，让我多穿件衣服，所以一直贴身穿着。那位故人，一定是位极漂亮的女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不是位极漂亮的女子，老爷你会这么想着她吗？恐怕早就忘了吧。漂不漂亮，和我几位太太相比，她并不出挑。可就是忘不掉，她现在走了这么多年，这件衣服我总舍不得扔。每次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当年上山打仗的时候，他送我时的眼神。那眼神能让人整个心都暖起来。今日我对老爷的印象又有些改观。原来见老爷总是与我调笑，以为老爷是个贪恋美色之人。今日看，老爷怀念故人的模样，发现老爷不仅贪恋美色，还贪恋人情。怀秀，嗯，等我100年之后，我的寿衣还由你来做。您慢点儿。
前面马上就到方家店了，宋副官选的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凶险。三少爷另做打算吧。那，放心吧，我知道有个人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上次还在说相识相知，未必不能相好。想不到这么快又和三少见面了。三少奶奶也在。我见过你。我知道。三少，你应该有事要和我说，不然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潘公子，你带着小桑在这等我一会儿。我跟闵小姐。三少爷最终还是藏不住锋芒，猛虎下山了。要不是慕容峰那个小子，本少爷还能再藏2年。现在在芝山上露了爪牙。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易连凯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必我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多人在背后盯着我吧。其实收着爪子可以装无害，但是如果露过一次凶相，想要再装，那可就难了。当然了，与其一味退让，倒不如时常打磨利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闵小姐果然是个妙人。三少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不是只是为了夸我是个妙人吧？今天来是想管闵小姐借一样东西。范先生在这里遇害，大家都应该清楚，方家店现在对我来说局势有多么的危险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闵小姐的脸。你就能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在外面装腔作势吗？这次没有闵红玉，下次还会有其他人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这次吵完，下次还会吵得更凶，索性也就视而不见了。窦玉林他说，自从你嫁过来，以前那个常常欢笑、充满欢乐的秦桑不见了，后来还经常生病。我不明白，如果不是我，这世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好男人，你为什么独独嫁给了一个给不了你半分快乐的易连凯呢？我这辈子最不甘心的事，就是嫁给易连凯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？要忍受着他的轻视和侮辱，这么过一辈子吗？秦桑，他这样对你，我真的无法坐视不管。嫁给易连凯是我母亲的遗愿，她出身于官宦世家，没想到家道中落，无奈嫁给我父亲那样的人。说来也是可笑，我父亲本来是酷爱游山玩水、胸无大志的人，却生生被我母亲逼到政府里去任职，每天都被人揉捏、欺负，回到家中就垂头丧气的。我母亲就说她不求上进。为了名声和地位，你母亲当真要对你和你的父亲如此刻薄吗？人一旦有了执念，就会把一切都置之于度外。